接下来请徐巧芯委员质询。谢谢主席，我们有请蔡局长。请蔡局长。好，谢谢主席，徐委员好。局长好。我印象中呢，2024年的选举有传出不少的影片跟录音档。那当时大家都不断的在问说，到底呢是 deepfake 深伪，还是呢它被骇客入侵了？那我今天呢就想要请问，就关于后续的调查结果，我们所掌握的有相关于国安的情报部分是怎么样的？首先我们先看一下第一位是这个郑文灿副院长。那先前呢，就有委员在去年10月的时候当时在司法法制委员会，那时候国安局也在，那他就拿了这个相关所有的影片，那提供给调查局跟国安局去了解是否为变造。那但是到现在都还没有一个结果。那我想要请问一下国安局，我们有没有去了解外流影片者的来源以及他的动机？涉及国安情报的部分，有没有掌握其他类似的影片在外流传？好，谢委员提到这个问题了哦。那这个案子因为引起社会非常高度的关注，所以在发生之后，我们也有稍微了解一下相关的一个状况。那不过这个案子的调查，因为已经移送到司法检察机关，特别是检调已经立案在侦办当中，所以目前的调查进度我不便说明。但是对于委员在关注的，有没有从国安的角度来看到它相关的一个讯息散播的一个管道跟来源，这个我们有去了解。请问那这部分我们所了解到的是当时的一个IP 的位置是位在中国大陆的上海，由这个 IP 的位置来进行这一种源头的散布，这一部分我们倒是有掌握。所以您认为说，就是说参考您的意思是说，这个郑文灿副院长他的影片是真的是假的？目前在司法检调进行调查，但是我们从国安情报上来说呢，它的来源是从中国大陆的上海在做一个散播。那请问您认为这个影片在外流传，它是否有涉及所谓的境外介选的问题？对，这也是我们关切的重点。我们认为在大选的期间有这些影片的出来那不管它的影片的真伪了就它散布的一个时间点，那以及它特别锁定的希望透过这个影片打击的对象来讲，我们不能够排除有中国希望介选的一个动作在里面。那您认为就是说，在国安方面的资讯，我们情报调查，除了目前所揭露的相关影片以外，就说有在媒体上面所揭露的影片以外，国安单位是否有掌握其他的情资，是关于郑文灿副院长其余的影片在外流传的部分，我们有没有去做相对应的国安处理？目前还没有看到其他的影片在网络上散布。那假如有的话，以我们的相关的技术跟系统都可以在第一时间来掌握。好，那第二个部分呢，问到的是我们过去在国防外交的委员也是召委罗致政。那比较严重的呢，我觉得倒不是影片的问题，而是立委们都有质疑就国安有没有去调查这个蔡总统被录音的问题。那请问，在于蔡总统是否有被录音这件事情，国安局就我们的国安情资所收集的了解情况是如何呢？对，是跟委员报告一下，这个案子在第一时间就移送到调查局来处理。所以相关的一个影片或录音档，它的真伪的辨识，我们认为还是要由司法检察机关来做裁判。所以我们在司法检调出来结果之前，国安局不启动对于是否蔡总统录音有国安其他的机密外流的问题的调查吗？还是我们有同步进行？对，假如检调方面有来文希望我们国安局提供相关的资讯的话，我们会提供给他们有向你们提供相关资讯吗？应该还没有，目前应该还所以不晓得现在目前侦办的情况如何。对，而且我们也不是因为我们说明那个侦办的，因为我们非常的担心就是说，如果这个罗致政委员他的录音档为真，那包含是平常他作为国防外交委员会的召委，他平常跟包含我们很多三军统帅，包含国安局长您，还有很多人都有对话的过程当中，如果有录音，如果是从他的手机外流出去的，那恐怕不只有蔡总统的谈话被录音。局长您同意吗？
对，我想对于各种可能性的推测，我们尊重委员的一个猜测了哦。那因为他已经在侦办过程当中，我还是会建议由司法检察机关来。但是司法检调的部分，它只会针对说这个，比方说这个录音是否为真，它去做一个辨识。可是我们今天担心的是没有被公布出来的部分。我们先假定这个东西是真的，那它外流出去了，但它怎么外流的？它是否是被骇客入侵的？如果是被骇客入侵的，它有没有去掌握所有的，包含我们现在可能包含我的手机，包含我们马委员的手机、沈委员的手机，有没有我们国防外交委员会的手机被骇客入侵的问题？这一点司法检调不会调查，这一点是国安单位应该要掌握的。请问我们国安局这一段时间起来，对于这些情资的处理做得怎么样？对，基本上我们不会对国内的政治人物做相关的政治的侦访或治安的侦访啦。但是，假如贵院的委员有这方面的疑虑的话，那国安局很愿意提供相关的专业的知识或提供必要的协助。最起码应该针对罗致政委员的这个部分要去做这更详细的调查，因为他过去是国防外交的召委，跟你跟在座的各位过去都有很多私下的谈话。假设这个为真，而不是他个人主动外流，是被其他人所窃取，那我们就会合理的推断。还有其他相当多跟国防、国安机密的内容是外流的，他们或许基于其他的理由，他没有让他在网络上面曝光，但是我们国安单位是不是要去掌握到底有多少的情资去外流？我们到底有没有做这些动作呢？从2024大选到现在，对，我想尊重委员的推论啦，有各种可能的状况。那正如委员刚刚所假设的，这是你自己的一个推论speculation 哦。那各种可能性都有哦，你包括可能是不是手机？但是我们国安单位不就是针对各种可能性，我们都要去提前的防范吗？对。我们今天不能说如果今天流出了蔡总统的调查蔡总统的，明天如果流出局长的调查局长的，后天流出国防部长的调查国防部长的，如果我们知道他外泄是来自于他录音的手机，有这样子的可能性，我们是否在情资上面的布线就应该要更完整的来做相关的调查？对，我们会重视的还是在于资通讯的安全啦。我刚刚有在跟委员报告的是，我们不会去侦查委员的通讯的状况，不是去侦查，是不是去侦查委员的手机，而是从各方面去了解是否有特定的骇客或是境外的势力有要用他的这样子的一个势力去窃取，包含是国防外交委员会的机密，然后相关的机密是否已经在外流传，这跟委员的手机你去调查他的手机是两回事。手机的调查那是检调的事情，那不关你的事。但是有没有其他国安的情资已经外泄，那绝对是您的职权，是吧？对，在这部分，对于中共端的，它有可能透过各种的一个渗透的手法，包括资通讯各方面。所以我们是想要问，针对这个委员的部分，我们现在调查的如何？我们从2024年的选举过程到现在，有做过任何的处置吗？只要相关的一个案例发生之后，就以这个罗委员的部分，我们等一下还会问其他的人。对，就相关案例这个部分没有嘛，对不对？就相关案例的部分，就是由检调来厘清相关状况。OK， 所以国安局并没有去做。对，就国安局的状况来讲，我们会注意中共对于我们国内各种的资通安全的侵害。再跟您确认一次，就是针对罗致政委员的这个部分，我们就单纯的送到检调，国安局没有做其他任何的处置，对吧？对，我们刚刚也有在讲，我们在溯源，没问题，没问题。我们再问下一位哈，那这个跟手机已经没有关系了，就是当时我们资深的国防外交委员赵天麟委员，因为他的绯闻对象是一位大陆籍的女子，当时就有非常多的立法委员询问有没有涉及国安疑虑，当事人当下声称说他愿意接受国安调查。那请问这方面我们的调查结果如何？有没有涉入所谓的境外势力介入选举？这些案子，刚刚讲的委员提到的案子，都已经送到了司法。这个没有啊，这个跟司法没有关系，这是他个人的私德的问题。对，他个人也是把这个案子有移送到检调。但是问题是，他说他愿意接受的是国安调查，他当时不是司法的部分归司法，国安的部分归国安。所以我想请问，在赵天麟案上面，我们国安单位有没有做相对应的启动？跟委员说明一下哦，国安局是情报机关，对，并不是司法检察机关。是，但是因为司法检察机关他做的也不是所谓的国安调查，对，所以我们要问的是这名女子她是否在我们的国安调查当中认定是刻意的来接近国防外交的委员来窃取机密，是针对这个部分，跟司法检调无关的。
还是有关，因为司法检调有针对这个问题来询问问你们了吗？对，有问的。那怎么样呢？这是在我们回答司法。所以你们有去启动相关的调查，在这个案子上面有把相关的资讯提供给检调单位。所以那我可不可以换一句话问说，在赵天麟案里面，我们所调查这名大陆籍的女子，她是否涉及境外势力影响台湾选举？在这个讯息出来的时间点确实是比较敏感，因为确实是在选举的期间。那另外，我刚才跟委员提到了，这些影片所曝露的对象几乎都是特定政党的相关的党政人士，所以在时间上还有在特定对象上，就我们国安单位来讲，我们不能够排除有中共介选。所以你们在赵天麟案上面不能够排除他们这个事件是有中国大陆这个介选的问题吧？对，各种可能都有，我们会协助检调来厘清案情。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